现在没得485的水位哦，没到，差多少就行了，差好多米啊？差多少多了？哦，只有在提示网那位置是485的位置，提示网上去的点。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好啊，现在还没有到485的水位。这里碰见一个老大爷在钓鱼呢，天气太大了，就是太阳太大了，没上鱼啊。比那球中国古那球算，那不古那么高强。哦，比那球土就是485，将近有3米左右。最高的水位485，应该是485米，这是紫霞湖的最高水位。紫霞湖的面积将近1万亩左右，上下绵延有20公里。看这边湖面啊，很宽，这里面的鱼很多啊，平时钓鱼的人特别多的，但是今天呢，估计还是太阳太大了。上面有2栋房子啊，地理环境非常不错，可惜这边是不通公路啊，我走进来将近距离主路啊有200-300米左右，这边距离城里有10公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啊有2公里，交通也算是挺便利的吧。那你们每天还是有鱼的了，今天没割地哦。太阳太大，也吹得风。啊，吹风就不行。好，我们走上去看一下。这里有条小溪流，一直是流着水的。山里面泉水还是很丰富的，尤其近段时间下雨了。这边紫霞湖边，只要有村庄的位置啊，都是用这样的铁丝网给它拦截起来了。这点防护措施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这个视频啊，我们慢慢的走，给大家看一下吧，看看我们湘西大山里面的环境究竟如何。刚才我们在紫霞湖边遇到的那位大叔，他们家的房子就在这里，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吧。不通公路，也挺不方便的。在他们家的旁边呢，还有一栋木屋，住着的也是2位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务工了。他们家这个房屋地基都是从山里面捡的石头垒砌出来的，有个小院坝，院坝呢都用水泥做了硬化，留了一小块稻田，稻田里面应该是养的有鱼。房子大概是几十年前所建的吧。这里还有很多李子，在我们当地啊叫做鸡屎李，这种李子啊挺好吃的。看一下这边有棵杉木树，笔直笔直的。这个位置的视野非常的开阔，给人的感觉啊特别舒服，尤其今天是吹着风。农村里面的田野上，无非就是养养鸡、养养鸭，然后呢种个1-2亩的稻田，一年没有多少经济收入，但是小日子过得是非常安逸的。看这样的一栋房子，大家喜欢吗？背靠着大山，面朝着紫霞湖面，那边啊有栋别墅。之前我是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但没有进去看。他们家的门口啊，这边还有一棵板栗树。房子大概有好几十年了，盖的也都是青瓦，3开间的木房子，加上一个厢房，旁边还有棵柚子树。自家的旁边还留了大概2-3分地的菜地，
种的有稻谷、玉米。很多人都说到乡里面的生活，要怎么才能够养得活自己？像这样的一幅画面，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得到了吧？是不是？粮食自己种，菜自己种，养点鸡鸭，一年就这么过了。刚刚还说错了，我们在湖边遇见的那位大叔呢，他们家在后面，这是另外一个大叔家里，看养了只小猫。今年种了好多地啊，5、6亩地啊，种的挺宽的。做猫养了好久了，2年吧了啊。哎呦，那孙仔在读书厉害，好多奖状。带你看下子啊，看这就是我们农村的木房子，进来之后就是堂屋了。平时呢，农村里面都不用空调，也不用电风扇的，很凉快。哎呦，这屋啊装的挺好的啊。这个堂屋大概有宽60、70个平方左右，那边有一处火塘。基本上2楼啊都是不住人的，就是堆放一些杂物。在旁边呢有卧室、房间。看，住在河边啊，经常钓钓鱼，这日子啊过得挺清闲的。这房屋啊都建得挺好。你们家这栋房子建了好多年了？这个啊，100到200年。100到200年了。我以为只有几十年。几十年，这个久，这个老太屋的了，我这个。哦，老太的屋啊，1、200年了。100到200年。哎呦，木房子只要基础做得好，1、200年都还能住人。你抽的这是草烟？啊，草烟。哦，是当地自己种的吗？哦，这个烟特别劲特别大吧？像我们是抽不了这个烟。抽不了。你们要吃这个烟才有劲。才好抽烟啊。那你小孩子都出去了吗？哦，这边不通公路，你们怎么都不搬出去呢？天气好点嘛，自在些嘛。对，空气好点嘛。独门独院，空气好一点，环境好一点啊。住着挺舒服的。看，养了2只小猫。那边看房子都挺简陋的，实际上一家人住在这样的木房子里面是挺舒适的，冬暖夏凉嘛。好了，我到处去看一看。你们这里环境太好了。哎呀，特别舒服啊！这样的环境忍不住啊，想来多看一看。有机会还是要到农村里面的住吧，我觉得农村的环境比城里面好多了。看一下他们家的房前屋后，实际上这样的房子啊，也会有一种现象啊，距离河边很近，距离马路很远，交通它始终不便利的。年轻人呢，出去了之后啊，跟上收费的节奏，都想在外地有个更好的扩展空间。比如说啊，像他们家的这栋房子，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小孩呢读书走出去不方便，买了车也开不回来。久而久之，像这样的房子它都有个现象，慢慢的老人老去了之后，年轻人可能都不会回来了，都到城里面买房，到更方便的马路边修建新的房子。大家说对不对呢？看在他们家的旁边啊，修了一个小池子，这边的山泉水很丰富，流下来之后，这个小池子啊，每天养的鸭子就在这里洗澡，旁边还有一小棵稻田，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栋房子
建的挺好的，也是不通公路的。这边距离邻居啊，将近有100-200米呢。那边是进村的主路，他们这2户人家都是只有这样的一条小路走进来。朋友们，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们喜欢吗？欢迎在视频里面评论告诉我。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边我们碰上了一群鸭子。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闲着没什么事，又来山里面了。这里有条小溪，刚刚下雨，小溪里面的水有点浑浊，平时常年不干，很清澈的。小溪里面有很多鱼。车子呢停在这里，从这里上去有2-3栋房子，也是闲置房。底下就是著名的幽水河了。这边进入村子的道路大概宽6米左右，都是水泥路面，还挺好走的。这条小溪啊，里面的石头圆滚滚的。房子啊就在尽头的前方。现在呢，我们把车开上去看一看。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小村子呢，是土家族聚居的村落。房子和我们苗族还是有点区别的。房子的下方有一处小鱼塘，鱼塘里面的水很浑浊，说明鱼应该挺多的。里面也长满了杂草，大概宽1亩地左右吧。我们已经进入村子了。这边只有2户人家。刚刚和村子里面的老乡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们说这边的房子都是闲置房，常年都没人居住。看对面的房子零零散散的，这里一户那里一户，几乎每一家住在一个山头之上。山里面的环境就是好啊，山清水秀，鸟语发香。底下就是一条刚刚我们经过的峡谷，峡谷常年流着溪水。这边啊，进村的道路两边都长满了杂草，还挺深的。这边往里面进去，还住的有户人家，独门独院的房子。看大山里面很多板栗树，到秋天来这边捡板栗很不错啊。抓紧时间带你们去看一栋闲置的木房，就在镜头的前方。我们已经来到了房子的后屋檐，来看一下房子的背后呢是一条马路，这背后呢只住着一户人家了。这边是他们家的土地，种的有柑橘还有板栗。房子是背靠着大山，面朝着小溪流的方向，对面呢零零散散住着几户人家。这边距离小溪也就50米左右，站在院子里面都可以听见小溪里面的水流声。这栋房子啊，我是专门走到房屋的背后来看一下瓦片，感觉啊都还挺不错。这是典型的土家民居，盖的也是青瓦。这样的青瓦2-3年检修一次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瓦片破碎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栋房屋呢，刚刚我们和老乡聊了会儿，不漏水的，每2-3年都有检修，而且房子打理的是干干净净，包括房屋的背后刚刚才打过除草剂。山里面不缺水，房屋的背后就有泉眼，
平时呢就喝山里面的山泉水。房子的进深将近有5米左右，这是一栋3住4的房子，房子比较小，但是它的开间有4间。房屋呢已经用这样的围栏给围起来了，我们的车呢就停在门口的位置。实际上呢，把这个围栏打开的话，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这是独门独栋的房子，房子坐北朝南，距离城里面将近有15公里。这里距离主路，也就是有公交车的位置，将近有200米左右，步行过去就可以到主路搭车进城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房屋的结构，倒还是挺不错的。有中间是堂屋，这边是卧室，那边还有2个卧室，加上一个厢房。楼层的高度将近4米左右，开间将近有3.8米。基本上这样的进深6米左右，就是单独的一间可以作为房间了。我发现苗族的房子和土家族的房子区别的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房子的进深了。土家族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地方，大部分都是6米的进深，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8米到9米的进深。我们那边喜欢建5住7、5住8、5住9的房子，这边建的就是3住4的房子，所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门口他们家是种了一块玉米，这个时候玉米棒已经长出来了，这边是可以走得进去的。因为这户主人家呢是到城里面居住，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无法进去的。从这边走到院坝，给大家看一下。房子外面呢都是一些空地，这些地方现在也没人开荒，没人种东西。大家可以听见底下的水流声了吗？这边是他们家的2棵枇杷树。院子以前也是做了一个硬化，但是这层水泥呢比较薄，好多地方是起了坑坑洼洼。非常安静，房子呢通水、通电、通网络。其实房屋的结构还挺不错，基本上打扫一下可以拎包入住的。当然比较讲究呢，需要把这样的木头房子呢重新打磨一遍，重新上漆，也是挺不错的。我们这边都有一种习惯，木房子基本上就住在1楼，2楼呢基本上也不装修，就是堆放一些杂物。像他们家这栋房子也是如此，底下有几个房间，上面呢都是堆放杂物。大家不用担心像这样的房子到冬天它会吹风进去，实际上并不会的，因为在2楼的位置呢是隔开，用木板铺了一层。基本上房子的窗户都留得比较小，也就1.2米乘1.2米左右，所以整栋房子里面的采光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就像通过我的视频来这边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把这样的老旧木房子呢把整个窗户加宽一些，这样子整个房间里面更透亮一些，人住的呢也更舒服一些。这栋房子的对面呢已经全部打上了水泥地，所以基本上打扫起来也是很容易的。我们站在门口来环视一下周边的环境。车路呢就是从那里进来的，车子完全是可以开进院坝，底下就是小溪。对面的住户呢也比较少。这一间是他们家的厨房。
大概有20多个平方左右，有一个小小的火塘。土家族的火塘它是随意的去建的，像我们苗族的火塘呢，我们一般就是放在最边上的那个房间，那根立柱前面一点点，我们是有讲究的。土家族呢就没有讲究了。房子的旁边啊有一小块空地，也都是他们家的。这边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淋浴，还有一个相当于类似于厕所之类的，都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再过去呢还有点玉米地，可以清理出来种点花花草草，也可以种点菜。而且我在想，这边如果背后的这个土坎把它围起来，这一大块啊，养点鸡鸭倒是挺不错的。这里面啊都有山里面的山泉水管，基本上可以直接饮用的。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大家不用担心山里面会特别的热。实际上靠近河边，每天吹着微风，到了晚上还是需要盖一层薄薄的被子才能够睡觉，要不然还是挺冷的。视频的最后，我们站在院坝再反视一下四周的环境。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沿着这条路径的不容易啊，一路弯弯曲曲，而且这边啊没有一辆车。这边还有当地老乡种的一些豆角。对面是一处小镇，底下就是著名的幽水河了。这边的河水很深，将近有40-50米，河面的宽度将近有200米左右。再过去就是里耶古城了。好在这边通公路啊，而且都是水泥路面。这上面有户人家养着牛，现在整个寨子已经全部搬迁走了，房子所剩不多。刚刚和这位养牛的大叔我们谈了会儿，他说现在村里面还有一栋房子闲置多年，破破烂烂啊，想要在这边租房子只有那一栋了。那找到位置，现在我们走过去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非常喜欢这边的环境，幽水河的河面很平静，水也很干净。看对面的大山，几乎好像没什么大树吧，都是一些灌木丛。这边距离县城啊将近有20公里，距离镇上也就3公里左右，交通也是挺便利的。这也是差不多一处无人村了，靠近幽水河边，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河里面的倒影感觉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幽水河里面还有行船呢。小镇还是很美的，房子都建得很好。这边的地里面种了一些玉米，这边还有很多柚子树，上面结了很多果子。非常安静，这边啊基本上是碰不到人。以前当地的村民都靠在幽水河里面捕鱼为生，现在不能捕鱼了，大部分都去打工了。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破破烂烂的，房子的旁边啊都长满了杂草。我们还是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像刚才那位大叔所说的，现在想到河边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租房子，几乎是没有了。以前寨子里面房子很多，随着大家陆陆续续的搬走了之后，房子也拆掉了，那基本上所剩的房子就不多了。看，这里有处码头，待会儿呢，我们看完房子之后，带大家走到码头边看一看。这一棵好像是金担子，长了很大了，好高啊！但是没有看到结果子。房子啊依然还在，但是破旧不堪，见证了岁月的沧桑。这边房屋的地基依稀可见，但是里面都长满了杂草。这里有棵猕猴桃，结了很多果子，再过2个月就可以吃了。这栋房子拆下来的瓦片全部堆积在院坝这块，看那底下以前都是房屋地基，可惜啊都拆走了，下面还有艘船呢。以前这边的房子啊都是紧靠着河边而建，这户人家的地理位置倒是挺不错的。这边是他们家的杂物间，现在堆了一些木柴。院子没有多宽，长满了竹子。这边有棵枇杷树，这里还有棵铁树。非常破旧的房子。看，这边还有他们家的一些衣柜，全部拿出来了。这个门呢还上了锁，看得出好像偶尔主人家好像还是回来的。这间房子啊，拆的只剩1间了。以前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立柱还在呢。实际上这样的房子把它清理出来，看这些立柱还挺好，还是可以修出来的。我记得去年我们在河边修的那栋房子啊，也是很破破旧旧的，修出来之后也挺漂亮的。这边啊，竹林已经全部长到院子里面了。这边好像是他们家的灶台，这里还有2间，也是他们家的房子，还有个旱厕。很多人说我拍这样的房子究竟干嘛呢？实际上我想说啊，在农村里面，如果你们要找一些好的房子去租的话，尤其像河边的房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好一点的房子老百姓是自己留着住，只有破旧一点的房子它可以重建。像这样的房子啊，它是不能够再去领证重建的，只能说重新的改造维修是可以的，房屋的产权还在，所以说你只能重新的去维修。这个房子的主体倒是挺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立柱啊都挺大根，3柱4的房子，进深将近有6米左右，楼层高度有4.5米左右。房子是背靠着大山，面朝大河，底下就是有水河，距离河边呢将近也就4-5米左右。外面的地倒是挺宽的，非常安静。而且把这边的竹林全部砍掉了之后，有空余的地方倒是挺多的。这边也是2间，清理出来之后可以作为茶室，也可以作为一个户外的凉亭或者厨房，都是挺不错的。旁边的竹林可以保留下来。其实我觉得改造房子就是要选择环境好的有难度的房子，改造出来才有成就感，对不对？这栋房子并不差的，它的主体倒是挺好的。
地理位置也挺高，因为底下有水坝，大家不用担心啊，涨水了会把房子淹没。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因为房子是靠近河边，到夏天也是非常凉快的。如果熟悉湘西的朋友应该都清楚，幽水河呢是我们湘西的母亲河。自古以来，从历史的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也就是楚国，我们这边是属于楚国。后面秦国统一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划分为秦国的范围之内。在这里过去将近有20公里左右，就是著名的里耶古城，那边出土了2000多年前秦国时期的秦简，在一口井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幽水河呢，自古以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在古时候啊，我们湘西的交通是非常闭塞的，所有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靠着幽水河去转运的。幽水河呢连通了洞庭湖还有园林那边。我们这边呢，湘西盛产的是木材还有桐油，从这边拉出去，然后呢再从洞庭湖那边运送一些原巴布匹回来。所以说幽水河两边的房子倒是挺多的。我走过很多寨子，其中啊有些大寨子有码头的位置都有一些地主人家，但是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寨子呢就没有看到了。估计以前这边也是很热闹的，只是说底下修了王米坡水电站，修了水坝之后，很多地方是淹没了，所以呢房子现在看不到了，零零散散的，整个寨子只有几栋房子。确实啊，挺可惜。我拍这栋房子的目的呢，也就是想告诉大家，房子的地理位置很好，确实值得去改造修建。待会儿呢，我们走到河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底下有处码头，就在房子的前方。我还发现这里有棵柚子树，还有棵梨子树，都结了果子。以前这户人家的房屋地基更靠近河边啊，可惜都拆了。这处码头不知道现在还使用吗？底下有好几艘船呢，都是木船。平时沿河两岸钓鱼的人还是挺多的。对面的小镇也是沿着河而建，很不错。我发现这栋房子的外面扩建的空间还是挺宽的，直接打上柱子，可以把整个院坝加宽很多。不知道大家看得清吗？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独门独院的房子，靠近河边也就几米吧。那边的路还可以开车过去，不知道通往哪里。朋友们，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真的挺不错的，而且这样的房子确实，如果租金很便宜的话，值得去改造、去维修吧。我们去年修的那栋房子和这栋差不多，都是破破旧旧的，修出来之后也挺漂亮的。好了，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